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成了我爸的人肉提款机。他老婆生病问我要钱，他儿子读大学还问我要钱，我得了癌症，他还来找我要钱，张口就要20万，说正好我可以贷款，死了就不用还了。我怒骂：要钱没有，烂命一条，有本事你就来拿。直到渣爸给我设局，我觉醒了。这次我发誓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爸给我打来了电话，说他儿子上大学要买电脑，还要去日本游学，要我出5万块钱的时候，我被检查出胃癌早期。前不久还在公司熬夜加班的我，忽然胃痛不止，直冒汗，吃了止痛药也起不了作用。同事见状，匆匆叫了救护车，把我送往医院。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并不理想，胃部有病变，需要留院再做进一步检查。当医生看着报告跟我说那一番话时，我的心慌乱如麻。我清了清嗓子，故作镇定，认真地跟医生道了谢。一瞬间，我想了许多，做不到坚强，眼泪不自觉就流了下来。纵使辛劳一生，所期待的美好永远也不会降临在自己身上。我告诉我爸，我生病了，这个钱现在拿不出来。没想到我爸立刻炸了，在电话那头指责我是个白眼狼，白养我一场。我养你这么多年，供书教学，才让你给几个钱，你就要死要活，你还是人吗？早知道当年就不该供你上学，拼死拼活的给你拉扯大，到头来却养了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这个钱你必须给我，你要不给我，我就去上你公司找你老板要。我要问问你老板，是否有你这样做人女儿当人姐姐的。其实我爸的这些指责，我早就听过无数遍了。我明明也早就接受了我爸重男轻女，并不爱我的事实，但在这一刻，这些话却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有本事你就来拿呀！我坐在马桶上，只觉得一股热气从胸口直冲脑门，不可抑制地冲电话那头怒吼一声啊！我感到身不由己，眼前发黑，只不断地喘着粗气，发着抖，明明满腔欲愤，但除了毫无意义的吼叫，我什么都发不出来。护士听到声音，不停拍门，生怕我想不开。我再也忍不住，埋手在大腿上嚎啕大哭。我爸不会关心我死活，只会跟我要钱。我深知，像我这样的人，活在世界上，对我爸来说，只是满足他欲望的一个挣钱机器。除了惦记我的钱，我爸还能想起我什么？我不得而知。他恨不得将我掏空才放心。准确来说，我是他的第3台人肉提款机。他的第1台提款机是我妈。我妈一肩扛起整个家，买了一套2居室，还要供养我那废物老爸。她是职场女强人，可还是逃不过感情的伤。从我记事起，我妈白天总是和我爸无休止的争吵，到了晚上却在被窝里极其温柔地跟我说她有多爱我。直到我长大后，我才明白我妈可能是患上了抑郁症。我妈去世不到1个月，我爸就带回来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。后来女人生下一个男孩，妈妈的痕迹也在这个家消失殆尽。我在这个家就像个局外人，而他们一家3口其乐融融。外婆是他的第2台人肉提款机，有我在，他就能向外婆要钱。可要来的钱，很大一部分还是花在了弟弟身上。高中毕业的那年暑假，外婆去世，脑出血，抢救不及时。葬礼上，隔壁刘奶奶说，外婆出事那天，我爸还上门找她要钱，
当时闹得可凶，估计就是被他给气着。听到这句，我手里紧紧握住那个刻着我爸名字缩写的打火机。我爸没有出席葬礼，我联系他，他却已有紧事在外地，拒绝赶回来。事后我才知道，他所谓的要紧事就是香港迪士尼游，是为了庆祝弟弟考上初中，还是当地排名靠后的一所初中。当年我也考上了初中，还是当地的重点高中，只有外婆给了我20块红包。前尘往事就像是毒药，在岁月的流逝和你的沉思追忆中，越陷越深，伤痕也不再结痂。门外，护士还在不断拍打着卫生间的门。我擦干眼泪走出去，跟他说了声抱歉。护士温和地说：“你没事就好。”没事，我又岂会没事？3天后，更详细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确定是胃癌早期。庆幸的是，可以通过手术切除治疗，注意休养，以后定期复查就可以。手术做完，手里仅存的一点钱也没了。我给我爸打了电话，向他发出人生第1次的求助。正当我掏出手机准备拨打手机时，他找到医院来了。按照以往经验，他是来要钱的。果不其然，他一进门就问我要钱。这一次，我决定彻底与他撕破脸。我得了癌症，我现在没工作，没存款，你理解也好，不理解也罢，我没钱给你家用，更没钱给你儿子去挥霍。我爸迟疑片刻，替我出了主意，找银行借。我强忍着伤口的疼痛，疯了似大喊：“你还是人吗？”同病房的人听了，纷纷摇头。世界上哪有这样为人父母的？后妈在门外听着，忍不住进来开口：“作为姐姐出钱很正常，你们还好意思问我拿钱？这么多年，你们从我身上要的钱还少吗？认真算一算，得有20万。”我爸克制住：“我辛苦把你养大，要点钱怎么了？”我爸并不是没有能力挣钱，他只是把挣来的钱都交给了他现任老婆，而他没钱了，就从我这取。甚至后妈生病也找我要钱。我刚毕业那年，后妈得病，我爸第一时间找来，说找我借4万块，等有钱还我，但一次也没偿还。要钱没有，烂命一条，有本事你就拿去。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，我爸没脸再说下去，灰溜溜的走了。整整半个月，我爸那边都没动静。再有动静时，便是后妈焦急忙慌打来电话，说我爸出车祸了，要20万才能做手术。后妈怕我不信，还给我发来一张照片。照片里，我爸满头鲜血，双目紧闭，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，任谁看了都心生恻隐。后妈告诉我，她听到你生病了，硬是厚着脸皮找朋友借钱。你也知道，你爸生性要面子，从不轻易求人。当好不容易凑足2万块现金，准备给你汇过去，谁知道去银行的路上紧接着他就哭了起来。他毕竟是你爸，也不是铁石心肠的人，看到你出事，他比谁都要心疼，骨肉相连啊。听了他的话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我毕竟是个人，做不到冷血无情，甚至一度认为，好像他之前做的事也不是不可原谅。最终，我向朋友借了20万，给后妈转了过去，心里只期待医生能够救活我爸，再给我们父女一些相处的时光。当晚，我还是不放心，想要回家一趟，可是后妈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，传来的始终是那句“您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”，连带弟弟也联系不上，恐惧涌上心头。我的老家在一个偏远的山区小镇，从工作的这座城市算起，直线距离是2586公里，没有直达车。我转了2趟高铁，1趟汽车，
花费了足足1天1夜才回到了家乡。我打遍了老家的医院，都说这几天没有一个因车祸送院急救的男人，连女人也没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先回家看看情况。时隔多年，我敲开了家里的大门，迎接我的却是一位陌生女人。她的年纪看起来跟我爸差不多大，隔着那扇老旧又熟悉的铁门，她开口问我找谁。我以为她是我爸的新相好，问我爸在哪。这女人一脸疑惑看着我，似乎并不知道我说的是谁。我愣了一下，报上我爸的名字张海雷。这下她才反应过来，将我爸卖房子的事说了出来。我呆滞在原地，一时间没法接受我爸私自把房子卖掉的事实。这可是妈妈买的房子。一下子往事如泉涌，我忍不住颤抖，眼眶酸涩，泪水遮住了我的视线。我爸重男轻女，他爱的天平一辈子都倾向于我弟。不管弟弟如何欺负我，我总是被要求做那个温顺不反抗的姐姐。你作为姐姐，要让这弟弟成了我童年听到最多的一句话。弟弟总爱抢我的东西，然后把它弄坏。有次他要抢外婆给我新买的文具，我不再隐忍，发狠抄起凳子朝他砸了过去。可惜力气小了点，没砸中。后妈看到这一幕吓呆了，脸色一下子就变了，冲过来甩了我一巴掌，看向我的眼神尽是仇视。他一向都不待见我，把我当保姆使唤。我爸抄起衣架狠狠打了我一顿，真的特别疼。衣架夹杂着风声，咻的一下，腿上就是一道通红血痕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我紧咬牙关，硬是没发出一声喊叫。后妈冲我呸了一声：“死丫头，可真能忍。”后来在后妈的催促下，我爸不情不愿送我去外婆家，之后便没再来看我一眼。女人的声音将我从回忆中唤醒，她向我递来纸巾：“姑娘，要不你打电话问问。”此时对屋的门打开了，熟悉的声音响起，是老邻居陈叔。除了外婆，就说他对我还算不错，常给我东西吃。我擦擦眼泪，强忍着心中的悲愤，跟他打了声招呼。陈叔说我爸搬新家了，还请他们这些老朋友吃饭庆祝。接着他随口一说：“你没跟着你爸去日本吗？我看你爸发朋友圈说一家人到日本游玩，他不是出车祸了吗？”陈叔听后一脸懵逼，拿手机翻找出我爸发的那条朋友圈。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我们一家人踏上日本的土地，开启了愉快的旅程，还附上一家3口的合照。我知道我爸为人自私自利，却不想真相远比我想的还要让人心寒。我爸没发生车祸，而是和后妈联合起来骗我20万，目前正在日本逍遥快活，还背着我私自把妈妈留给我的房子卖掉。我亲爱的父亲，他可真是足够疼爱他的家人，但他心里的一家人从来都不包括我。我肆意的笑，可笑着笑着，眼泪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当晚，我拖着行李去旅店住了一晚，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，楼外的暴风雪一直下个不停。夜越深，雪越大，我心彻底寒了。冷静下来之后，我是要他们全家连本带利还回来。我第一时间给我的律师朋友打了一个电话，咨询他像我这样的情况，怎样才能把钱和属于我的房产份额给要回来。律师朋友很遗憾地告诉我，我爸为征得我同意，擅自买卖，对方如果是善意取得，房产买卖合同有效，我只能要求我爸赔偿损失，那10万更不可能要回来。但要想从我爸这要回钱，基本等于不可能。可这个钱如果我不要回来，那我还对得起自己吗？关键时刻，
我有了一个计划。我从陈叔那打听出他们的新家地址。大年30那晚，我直接杀上门。弟弟打开门，瞧见我，露出惊讶的表情，但转瞬又板起了脸。原来是你呀！他站在门口，手拦在门框上，丝毫没有想让我进家门的意思。凭借1.75米的身高，我硬生生把他撞开，直接冲进屋内。他们一家3口的全家福挂在大厅墙上，扎爸和后妈正温馨地吃着年夜饭。见到我露出惊讶的表情，我恨极了，双手不自觉握成了拳头，抓得很紧，手掌心甚至都有血痕了。我大声质问他为什么私自卖掉妈妈的房子。他先是支支吾吾，没想到我知道了此事，还找了上门，随后便恢复了他一贯的模样，大声训斥：我想卖就卖，你凭什么管我？你给老子记住，你只是赔钱货，老子把你养大也算仁至义尽了，你还想要房子？门都没！你现在最好给我滚！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像是被石滚碾过，想起算命的说我六亲不得力，父母缘薄，主要靠自己奋斗，得不到亲人太多的帮助。认清现实，决心断亲的那一刻，我的前路好像有了亮光。我二话不说就掀了桌子，盘子噼里啪啦碎了一地，饭菜溅得到处都是。后妈、弟弟大呼小叫，这个场面实在滑稽。我只恨自己没早点掀桌子。我爸怒了，撸起袖子扇了我一巴掌：跟你妈一个贱样，不知好歹。后妈怕我继续把这新房弄得一塌糊涂，忙在一旁帮腔：以后女孩子都要结婚，再回娘家就客人，哪有专门给客人留一间卧室的道理？我说，要是你的女儿，你也这样对她吗？后妈听闻哑口无言，脸色铁青。我没再理会她，转头问我爸：你卖掉妈妈的房子，把她的女儿赶出家门，转头和小三恩恩爱爱，还带来这么一个野种，你不怕我妈从坟头里爬出来找你算账吗？本来在一旁看戏的弟弟直接气得跳了脚。他一直以来就没学乖过，脾气暴得很，曾试过在街上因一点小事就把人打趴下，最后还得靠钱私了。我的话轻而易举地点燃了傻逼弟弟的怒火，让他瞬间失去了理智。他冲上来一把揪住我的衣服，挥拳就向我打来，下手比渣男老爸还要重。直到我爸和后妈看到我快要被打死的模样，赶忙上前阻止，他才停下手。没人注意到我嘴角一闪而过的笑意。我瘫软在地，真不愧是1.87米的体育生，手劲其大，砸掉了我2颗牙齿，已经够轻伤的量刑。我顾不得疼痛，大喊救命。隔壁的邻居听到动静，报了警，他当场就被拘留了。因为是家庭纠纷，警察更倾向于调解，而我接受调解的条件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把属于我的那一份遗产和10万块还回来，1分都不能少。这一切都是我的计谋，激怒这位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弟弟，让他对我动手，我再受点伤，我才能具备谈判的资本。渣男我爸和后妈总不会亲眼看着他们的宝贝儿子入狱而不管不顾。没2天，我顺利拿回了属于我的东西。我爸把钱给我的同时，还不忘对我噗，为了一所老房子，你一点父女姐弟亲情也不讲，我的生活被你搅得一团乱。你要还是个人，还想让你爸安心，以后别再搞那么多事。你才不是人，编造车祸的谎言来问自己女儿要钱。你知道我一个人在外熬得有多辛苦吗？不光每个月发工资要给你1半，隔一段时间你就来要钱。我不敢生病，不敢乱花钱，不敢任性，因为我不像你儿子那么命好。
我没有那个替我收拾烂摊子的人，所有事情我要自己扛，不光要扛我自己的，还有你的，还有你老婆的，还有你儿子的，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。我毫无人性地说出这辈子最恶毒的话，希望你以后真的被车撞。说完这些，我掉头就走，没再给机会我爸骂我是白眼狼的机会。这一次，我不仅要夺回属于我的东西，还要他们付出所有。正月初8，按以往惯例，正是族里的叔伯兄弟来我家走亲戚的日子。也就在这天下午，我被5个高大凶狠的大哥押着到我爸的新房，他们把门敲得砰砰砰作响，喊着要找我爸，连邻居都忍不住隔门观望。后妈看到凶神恶煞的一行人，胆怯了，赶紧喊来了我爸。为首的男人看起来不好惹，满脸煞气，粗着嗓子开口问道：“你就是张海雷？”我那渣爸看着这些人，尽管内心慌得一批，但还是故作镇定地问什么事。为首的男人说：“还钱啊，你女儿欠我们100万，今天我们是来收债的，并亮了一下我昨天才画字签押的高利贷借条。”我看着他长呼一口气，提高了声量：“我哪来的女儿？我只有一个儿子。兄弟，你们找错人了。”我从最后面被推上前，渣爸看到我有些许惊讶，但很快便恢复正常。她不是我的女儿，这个不孝女，我当没生过她，更何况我没钱，随你们怎么处置她。我看着我爸那肥头大耳的模样，他是铁了心不打算帮我，除非涉及他或他儿子的利益。为首的男人，你说不是就不是啊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女债父偿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要是不还，我也还有其他方法让你还。爸，你忘了我给你的钱吗？正是找他们借的高利贷呀。弟弟不是交了个女朋友吗？他家有钱啊，让他帮帮我们吧。为首的男人发出意味深长的笑意，不知你未来儿媳妇和他父母知道了，你们还有无可能傍上豪门呢？上门追债的人向张海雷步步紧逼，喊着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渣爸一下子怂了，因为那女孩可能是他张家改变命运唯一的机会，他可不会让任何人任何事阻碍。我前几天已经跟这个不孝女脱离父女关系，说罢了，她瞧向我，要我承认我与她已断绝关系。我默不作声。渣爸急切地说：“今天也请了叔伯兄弟共同见证，准备签字画押，断绝父女情分。如今大伙都在屋里等着呢。”为首的男人凶狠的眼神俯视着渣爸：“你以为随便说一下，我们就会相信？当我们是傻子吗？我们可以现场签协议。”渣爸继续说：“这个白眼狼，我早就想和他断绝关系了。以后他的事都与我无关。”为首的男人竖起大拇指，对我爸的行径大写一个福字。你这个为人我爸可真够狠。为首的男人指明要我来写断绝关系的协议内容。渣爸强烈要求加上一句张家在无权继承张海雷的房屋财产。随后他大声说：“请在场的叔伯兄弟见证，我张海雷从今以后与你张家断绝父女关系，我日后的生活与丧葬事宜不要女儿张家负责。”周围的人沉默不语，5行40字断绝28年的父女之情。我看着渣爸毫无犹豫地在协议上签下名字，对他说：“多谢父亲的无情，从此我们一刀两断，断绝关系。这一切都是我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戏罢了。我爸为了钱可以不惜一切，当然也包括放弃我。”当晚我拖着行李去旅店住了一晚，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，再看看手里的断绝关系协议，我在旅馆放声大哭。这下
我似乎自由了。尽管这父女断绝关系协议无论怎么写都不具有法律效力，我把户口迁出，也把姓与名都改掉，从张家变成周杨。周是妈妈的姓氏，杨是外婆的姓氏。搞定这一切，我到了另外一座城市，找了份新工作。原以为我的生活就此安稳，半年后，我却收到了法院的传票。半年后，正在活动现场的我收到一个陌生号码来电，接通后，扎爸的声音传来。尽管我把号码换了，但他还是通过警察找到我的联系方式。他变得温和，唤起了我的小名妮妮。最近怎么样？工作还行吗？妮妮这个小名，自从他娶了后妈，我就再也没听他喊过。此刻听到这个小名，我心里发麻。有什么事直说，也没什么事，就是太久没见。我爸想你。他这人为了钱，真是什么话都能说得出口，也不觉得恶心。在我威胁要挂电话后，他才道出此通电话目的：你每个月给我转点生活费。我严厉拒绝之后，明显感觉到他脸上的笑立刻收了回去。后妈在一旁叫喊：他不养你，难道我养你啊？我知道他这是故意说给我听的，每个月给我5000，我就不再骚扰你，不然就算你去到天涯海角，我都会找到你。当初你我可是签了断绝关系的协议，我无需再赡养你。我找人看过了，那份协议根本无法律效用。那你去法院起诉吧，我无房无车，还有病，法院判多少我就付多少，你赶紧去起诉吧。这种人，我已经不想再跟他多说一句话。没过多久，我果真收到法院的传票。法庭上，扎爸瘸着腿卖惨，说自己年迈贫困，右腿残疾，没有收入来源，请求判令我每月向其支付赡养费用5000元。原来他半夜喝完酒，骑摩托车回家的路上发生了车祸，腿瘸了，真是活该。我随即表示付不起，多年来基本都是外婆出钱抚养，无论是生活费还是学费、书包费，初3就被送到外婆家，此后就不管不顾，10年来都没在家吃过一顿年夜饭。毕业后，他前前后后向我拿了超过20万，更何况我目前患有慢性病，在1线城市生活，花销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最多支付每月500元的赡养费。所幸法院最后确定我每月只需支付800元。正当我走出法院没多久，迎面驶来一辆面包车，车辆突然停下，车上下来2个人，还未等我有所反应，我直接被架进车里。昏暗的车里坐着的正是我那扎爸。我被带到一处平房，刚下车，一中年男子一老太婆迎了上来。听他们谈话，我才知道扎爸给我定下一门亲事，理由很简单，男方愿意给30万彩礼，把我带到这就是要我嫁人。刚迎上来的中年男是我即将嫁的人，而身旁对着我笑嘻嘻的老太婆便是他妈妈。看着他们没什么见识的模样，我心生一计，大家快来看看呐！我爸因为彩礼要卖女儿了，违背妇女意愿，通过金钱交换达成的婚姻属于违法行为。这件事国家知道，这算是贩卖人口了，可是犯了大罪，会被邀请吃子弹的。过几天就会有公安局的警察同志上门抓人了，有没有这么夸张？老太婆一群人被我忽悠得一愣一愣的，害怕的脸色发青，额间冒出了一阵冷汗。他娶个媳妇而已，怎么就变成买卖人口了？他连忙喊着不要不要了。那我给的彩礼呢？彩礼谁收的谁还。趁他们聚精会神向扎爸要回彩礼钱时，我马上报了个警，悠哉悠哉离开了村子。1个月后，扎爸再次打来电话，
尽管他开口就说我不是来要钱的，只是换了一个说辞，借钱。我问他借了拿什么来还，他忽然暴躁起来，你弟打人了，要赔钱。我早料到我那四肢发达的弟弟会有这一天，他动手打人了，打的还是他女朋友的哥哥，只因看到女朋友和他哥在街上手挽手，什么情况也没问清楚，就冲上去打人，闹到最后，女朋友也跟他分手了。如今对方要30万才肯罢休，不然就报警。渣爸逼着我拿钱出来，你是要逼死你爸吗？看着你爸跳楼才开心吗？我对着镜子撩起刘海，看着额头那道刺眼的伤疤，让他把房卖掉，这道疤痕的仇是时候还给弟弟了。初2暑假，弟弟对我动手，拿起竹制按摩锤一下砸在我额头。那时渣爸见状，还责怪我说早叫你让着弟弟，你偏不让，要怪你也怪你自己。说话间，他抓起一把香往我伤口一捂。我回过神来，渣爸还在电话里不断指责我，你连你亲生弟弟都不帮，你还是人吗？我不管不顾。最后对方逼得紧，从我这又讨不到钱，他们低价把房子卖掉来赔偿。原以为这一件事结束后，我就真的再与他们不会再扯上什么关系，没想到一天深夜，手机铃声急促地响起，渣爸和那傻逼弟弟出事了。电话那头传来了后妈急切的声音，你快回来，你爸快不行了，你弟死了。说着说着便呜咽起来。后妈呆坐在门口，见到我后一直哭喊着问怎么办。医院里，渣爸躺在重症监护室里，尚未度过危险期。渣爸脑梗脑出血，医生说脑功能受到损伤，愈后最好就是瘫痪，也有可能成植物人。就算能恢复过来，术后千万不能再受刺激，脑出血再复发很难治。他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子，皆因他听到弟弟被人捅死了。巨大刺激之下，渣爸当场晕倒在地，全身不断抽搐。幸好送医及时，还能捡回一条小命。在警察口中，我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弟弟失恋到酒吧买醉，惹毛了隔壁桌的人，并与他们发生冲突。其中一人拿出刀子捅向了他，一刀致命。殡仪馆里，苍白的弟弟躺在冷柜里，后妈哭声响彻整个房间。我露出旁人不易察觉的笑意，终于摆脱了一个。半个月后，渣爸终于脱离了危险期，转到了普通病房。他木讷呆滞的眼神左顾右盼，似乎在寻找着后妈的踪影，但后妈电话也不接。直到傍晚，他才姗姗来迟。医生说渣爸左边半侧连带下半身瘫痪，嘴歪了，以至于说话也吐字不清，今后生活恐怕无法自理。照顾一个瘫痪的病人可不是一件易事，肺部感染、尿路感染、肌肉萎缩等问题不断出现，一个晚上要听他喊10几遍翻身、解手、按摩、吸痰，真是撒手没的状态。后妈不乐意照看，嚷嚷着要找个护工。我找了个护工，在白天帮忙一起照顾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顺带让护工帮忙盯着后妈。自从渣爸出院后，后妈天天手机不离身，常常对着手机傻笑。看他这春心荡漾的神态，我知道他热恋了。此时，我另一张手机响起，是后妈发来微信：“我好想你。”半年后，我爸依旧只有右手勉强能动。后妈实在受不住，卷包袱走了。她跟我说：“我一个女人哪能拾掇你爸这么大的一个男人？他肯定是更希望你这个亲女儿待在身边照顾。”我看着躺在床上的他，不能言语，一直在嗷嗷叫喊，
似乎在问后妈去哪了。我把后妈舍他而去的消息告诉他，心里升起了一丝快感。你最珍惜的人都舍你而去，最后留在你身边的就只有我这个不孝女白眼狼。我冷眼看着他，就像在看一件很恶心的垃圾，嗤笑地开口说道：看你活着也是活受罪，我好心来送你最后一程。我拨通了后妈的电话，阿姨，你去哪了？我爸说怪想你的，我儿子没了，他人也废，我才不会守在他身边活受罪，我要跟他离婚。后妈在电话里说他以后都不会回来。一旁的扎爸听闻，情绪更加激动，那就让我再来加把火吧，我爸给你的那些钱，你总得还回来吧。后妈啐了我一口，钱？什么钱？那是我伺候你爸几十年的辛苦费，如今我跟他情分已尽，别再打电话来骚扰我了。扎爸额角的青筋都蹦起来了，想要说话却说不清楚，嘴里只能发出啊呀呀的声音。我估摸着他在心里应该咒骂了后妈无数次。从阳台往下看，后妈站在楼下，我赶紧把扎爸搬上轮椅，推他下楼去。他眼睛四处张望，瞧见了后妈走得越来越远，嘴里发出焦躁不已的声音，止不住想要追上去。仅仅只是我蹲下系鞋带的功夫，轮椅动了。糟糕，我忘记给轮椅放下刹车，恰好轮椅所处的位置有点坡度，轮椅失控，顺着坡度往前滑。在这条断头路的尽头有条河，河道没有护栏，此时正值深冬，河水冰冷。扎爸坐在轮椅上，已滑行10几米远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我奋力去追，双脚一绊，摔倒在地，看着扎爸距离我越来越远，我躺在地上笑了，永别了，扎爸。随后，扎爸滑向了河中，也迎来了他生命的终点。站在猪圈外，我将扎爸的骨灰拌到猪食里喂了猪，如同吸血鬼的扎爸不配入土为安。回想过去，我就像一头蒙眼推磨的驴子，一刻不停歇的忙碌。我的身后，他永远都在拿着鞭子追打着我。以前老人都说血缘大于一切，在我爸这里似乎不成立。他就像一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，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上。大学毕业以后，我被强制每月都交家用，只要我稍有延迟，我爸又破口大骂，甚至搬出了赡养义务那一套。有次公司晚了2天发工资，我没有如期把生活费转给他，他就一直打电话来催我，说的话很难听，直到我找朋友借了钱转给他，他才停歇。从那个时候，我多了个不孝的名称。我爸逢人就说，养我这么大，我不肯给他养老钱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黑我，甚至想过要做亲子鉴定。我一直很羡慕其他人，家里该帮衬的帮衬，哪怕没了这份工作，他们也没有后顾之忧，而我却只能拼命工作，往上爬，以求自己不被末位淘汰。大学期间，班上有位男同学一直在追求我，我对他也有好感，可最后我还是忍痛拒绝了。我不敢考虑结婚生子，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心理负担。我看着他的骨灰一点点被一群猪吃掉，不自觉流下了眼泪。从此，我就真的摆脱了他的纠缠。我站在外婆的墓前，深深地磕了一个头。外婆，你可以安息了。我知道，就是张海雷把他气着了，他才会因脑血管爆裂离世。1个月后，我听说了后妈的消息，她网恋深陷杀猪盘，存款被骗光，还负债22万。我站在远处看着她，这个女人已没了从前的精气神，精神状态变得不正常了。她对着手机傻笑，打字的手就不停。这时，
我的手机不断响起信息：亲爱的，你什么时候来找我呀？我好想你，我等你。是后妈。他还在傻乎乎地相信网恋对象会去找他，殊不知他网恋男友正是我。我笑了笑，随后一把将手机扔向了河中央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男友创业刚有起色，他妈就说我和他八字不合，克他，要想入他家门，只能生2个儿子，再领证。我果断分手。第2天就看到他牵着青梅的手逛母婴店买婴儿用品。渣男还嘲讽我，他和你不一样，他爸是千万富翁，不然我怎么可能拿下那个大订单？我冷笑转身，直接在渣男公司楼上开了个新公司，把他的单全部抢了过来，做看他破产。毕业后，我进了男朋友周岩的公司，给他当秘书，月薪3000，不到半年，周岩公司就转亏为盈，还拿下了一个100万订单。3天后，周岩他妈50大寿，提前1天邀我上门做客。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去他家里了，以前每次去都会拎点小礼物，这次我想着他妈过生，就直接准备了10万块红包。结果一进门，我傻眼了，周岩的7大姑8大姨全来了，一双双眼睛毫不顾忌地盯着我看，长得太漂亮了，不适合当老婆，屁股太小，肯定生不出儿子，看那眼睛跟狐狸似的，铁定不安分，一个个可真有教养。周岩他妈更牛，直接拉着我说：小金啊，前2天我和周岩他爸回老家，找黄大仙合了一下你和周岩的八字，结果是你和周岩八字不合，克他，这可把我急的哟。我家周岩这刚刚拿了个100万订单，你要是克他，那不是让他的努力打水漂吗？我察觉到氛围不对，眉毛一挑，笑问：所以他妈笑得和蔼可亲。黄大仙说了，想要化解这个难题很容易，只要你先给周岩生2个儿子，再领证结婚就 OK。 所以小金，你看你要不今晚就不走了？我忍住拔刀的冲动，别说未婚先孕，在我这里未婚先同房都不行。我看向周岩，毕竟是他亲妈，由他拔刀，你好我好大家好。没想到周岩走向我，笑呵呵拉着我的手，点头就应了。妈，我和程程肯定听你的，生了儿子再谈结婚，我是手控。周岩的手又细又长，我最喜欢他牵着我，可这一刻却犯了恶心，直接甩开了他。生2儿子再领证结婚，怎么大清都亡了，你家还有皇位要继承是不是？周岩薄唇一抿，不高兴了，他妈和那一堆亲戚直接炮轰我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有没有教养？有小辈这么对长辈说话的，太不懂事了。我们妍妍没和你分手，已经是你天大的造化了，让你先生2个儿子怎么了？多大点事？明天你未来婆婆大寿，连个礼物都不带，我看这种媳妇不要也罢。这一堆人把我给气笑了，尤其是周岩他妈。以前周岩欠债创业的时候，我来他家，每次都拉着我的手唠家常，贴心到不行，生怕我跑了。现在周岩只是拿了个100万订单而已，就开始露出狐狸尾巴了。我再次看向了周岩，你怎么说？周岩比我大1届，是我学长。我本来想着冲着我们3年的感情，只要他开口维护我，今天这事我可以就这么算了，他妈以后别再作妖，我还是可以孝敬他妈。谁知道他不愧是他妈生的，母子俩一个德行，那鼻孔都快翘到天上去了，硬气到不行。金城，我家里人说的对，这件事关系着我的事业和未来，你八字克我，如果想要嫁给我，就只能先给我生2个儿子再谈结婚，
不然这件事没得谈。哈！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周岩竟然是这么个狗东西？我八字克你，周岩，你脑子没问题吧？我要是八字克你，你公司能转亏为盈，能拿下这100万的订单？周岩眸光一闪，金城，你别拿这个来说事。我公司有起色是事实，可是和你没半点关系。就你那职位，我找谁不行？总之，你要是不答应我妈先给我生2个儿子，那我们就只能分手了。我直接甩了周岩一个耳光，分手就分手，我就当这些年瞎眼爱错了人。我摔门而出，下楼的时候都还听到周岩亲戚扯着嗓子在骂我，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小仙女呀？他也不想想，有这么穷酸的仙女，生不出儿子，我家妍妍凭什么娶她？呸！晦气！回去的路上，我想到周岩刚才的反应，越想越不对劲。和周岩在一起3年，我对他还是有所了解的。他那句我公司有起色是事实，可是和你没半点关系，显然意有所指。我立刻花钱找了个私家侦探，让他帮我盯着周岩。第2天，侦探就给了我答案。早上8点半，周岩从家里开车出发，前往洪湖别墅小区。10点离开的时候，副驾驶上明显多了个女人。10点半到达当地最大商场，下车的时候是周岩给女人开的车门，然后拉住她的手，搂住了她的腰。女人穿了一条略显宽大的棉质长裙，衣服看着挺普通，不过脖子上的那条项链却是祥林珠宝家的。之后2人到金店买了个金镯子，应该是送给周岩他妈的礼物，又一起逛了一家母婴店，买了一些母婴用品，这才离开。私家侦探说，2人走后，他去问了母婴店的工作人员，工作人员说，男方自己说的，他媳妇怀孕2个月多了。好家伙，我气得脸都黑了。周岩昨天还想白嫖我，结果已经在我头上种了2个多月，甚至更久的青青河上草了。更恶心的是，周岩出轨的对象我认识，林梅，她的小青梅，大学和她不同校，长得很普通，身材也一般，可是脸皮却极厚。我是和周岩在一起大概2个月后知道的。这个人每天都给周岩发信息告白，告白内容极其露骨，周岩烦不胜烦，警告了几次后，他倒是收敛了一些。结果不到1周，加上了我微信，总是说他和周岩的过去，恶心我，试图让我和周岩分手。我把这件事交给周岩处理，周岩立刻拉黑了他。事情过去还没半个月，他就坐动车不远千里来找周岩。周岩想着他一个女孩子家不安全，还是去见了他。结果他在周岩的水里加了东西，差点把周岩强上了。周岩被这件事恶心的不行，直接宣布和他绝交。之后一直到毕业，我都再也没听到有关于林梅的消息。没想到人不动声色撬了我的墙角，连孩子都怀上了，这是我当然不能忍。你劈腿想分手，你明说，难道本大小街还能缠着你个垃圾不成？可你凭什么恶心我？看着侦探给我的2人最新路线，不出意外是周岩他妈祝寿的酒店。我立刻开车出门，打算去找这对狗男女当面对质。在停车场停好车后，我直接坐电梯来到了周岩他妈祝寿的大厅。大厅门口，他妈正在热情接待客人。很快，周岩和林梅也出现在了我的视线里，2人亲密地挽着手，从包里把今天刚买的金镯子拿出来，直接递给了周岩他妈。妈，这是梅梅给你的生日礼物，是新的，50多克，2万多。周岩他妈嘴都快笑烂了。
美美，你可真是个好儿媳，我家周岩能和你在一起，是他的福气。他又假模假样凶周岩，你可不准欺负梅梅，知道不？周岩笑着说好，引得周围的亲戚跟着笑夸林梅如何如何好。这一家子丑恶的嘴脸，简直让我生理性恶心。我努力维持着脸上微笑，走到了周岩跟前。恭喜你啊，周岩，终于找到愿意给你生儿子、再领证的女人了。周岩护犊子一样把林梅护在身后，仿佛我是什么洪水猛兽。金城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对梅梅肯定是要明媒正娶，先领证后生孩子的，感天动地。我真想把果郡王喝的那杯毒酒灌周岩嘴里。怎么，周岩，林梅的八字你妈也提前给你算好了？周岩摆手，梅梅不用测八字。他理所当然地嘲讽我，梅梅和你不一样，她继父是千万富翁，家底厚，不需要测八字，人随便一句话就能让我拿下那个100万订单。我没忍住笑了，眯眼睛看向林梅。哦，周岩，那订单是你搞定的？林梅笑得很狂妄。当然不是我，还能是你吗？呵，这一对渣男贱女大概不知道，周岩的公司之所以能转亏为盈，他之所以能接到这个订单，都是我在暗地里帮他。周岩他妈又说了，金城，周岩已经把你甩了，你要是再对他纠缠不休，我可就报警了。我笑着从包里拿出了那个10万块的大红包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里面的红票子抽了出来。哪能啊，阿姨，我今天来是真心实意来给您贺寿的。周岩他妈和他那些亲戚的眼神立马就变了，他妈更是迫不及待把林梅送他的金镯子放进了包里，然后笑着对我伸出了手。呵呵，程程啊，让你破费了，我就说嘛，你是个好孩子，跟妍妍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大寿，你怎么可能不送礼？我把手里的钱往前递了递，眼看要碰到他妈的手了，又往回一缩，同时拿出早就准备好的1块钱硬币，搁在了他手心。阿姨，生辰快乐，这个比较配你。话落，我扭头就走，大概是我给的礼物太震惊了吧。身后一群人半天才回过神来，张口就骂，真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妍妍，还好你和金城分手了，他算个什么东西呀？听说他还在你公司当秘书，立刻把他开了，他也配？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我配不配，很快他们就知道了。忘了说，周岩公司在的那栋商业大楼，我是楼主，还有1个月，他的租赁时间就到期了，只要我一句话，就得收拾东西立马滚蛋。不过离开周岩公司，该有的步骤还是得有。回去后，我就给周岩写了封辞职信，他没回我，我就当他默认了。谁知道第2天我去公司收拾东西，刚踏进大门，就看到公司门口贴着我的开除报告，因金城私生活混乱、个人作风等问题，领导部门讨论后一致决定开除金城，希望各部门各员工引以为戒。报告右下角还盖了公司的公章。周岩可真棒，不去演男白莲真的是可惜了。我撕了报告，踹开了周岩办公室的门。周岩不在，身后倒是围了一堆前同事，一个个对着我指指点点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，周总那么好的人，竟然还劈腿，碧池不要脸，活该被开除。我冷着脸扭头看向他们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没有自己的判断，只会人云亦云的人，要么是蠢货，要么就是嫉妒。半数的人都闭了嘴，不过还是有几个出头鸟。呵呵，这就是谁劈腿谁有理吗？一个拜金女而已。你要不是看到周总长得帅还有前途，你会当他女朋友？怎么着，
调到更好的金龟婿了。凭空诬告他人的嘴脸果然很丑陋，都把我给看笑了。调金龟婿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本人太好，所以比起调金龟婿，或许养奶狗更适合我。当然没人相信我说的话，不过没关系，现实会狠狠打他们的脸。东西收拾完毕，我也没兴趣回我的单身公寓了。我对他隐瞒了我爸是亿万富翁这件事，一直对他宣称家世普通。毕业后，放着鸿湖别墅1000多平方米的独栋别墅不住，自己买了个小公寓装穷。现在和渣男都分手了，我当然选择回别墅。别墅那边考虑到长期没人住，我请了个阿姨，让她每周上门打扫一次，再帮我浇花。算起来，今天就是打扫卫生的日子。我给阿姨打了个电话，让她帮我把主卧床单更换一下。阿姨的声音有点奇怪，特别小声，就像是在压着说话，生怕被人听到似的。好的，金小姐，我知道了。金小姐，您今天要回来吗？在路上了，还有20分钟。啊，阿姨似乎有点不高兴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立刻给您换床单。小区门口就有一家小超市，我下车买了点必用品，刚出来又和周岩林梅撞上了。林梅衣服普通，脖子上的项链换成了 YSL 奢侈品家的，耳环则是六福珠宝家的，两人手挽着手，亲密无间。看到我，周岩脸色难看，林梅则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模样。金城，我说你有意思吗？我们都分手了，你至于跟踪我，跟踪到梅家门口？渣男是不是都是这么自信爆棚？我提着手里的东西在周岩眼前晃了晃，怎么只准林梅在这里有房，不准我有？周岩嗤之以鼻。金城，这个玩笑不好笑，你乖乖回去，否则我告你跟踪。我选择打开车门上车，当着周岩的面打开了小区门禁。车缓缓驶入的时候，我听到林梅诽谤我。周岩，我听说现在很多年轻小姑娘喜欢傍大款，你说你前女友该不会是傍上大款了吧？后视镜里，周岩的脸很黑，真恶心。平时还在我面前装贞洁烈女，结果扭头就找了个老男人，还是梅你好。呵，我只希望我让周岩滚出我的楼时，他还能像今天这么嚣张。很快到家，刚到客厅，我就闻到一股膻味从厨房传了过来，而阿姨则在兢兢业业擦着地板。看着阿姨，我不由得皱了皱眉。阿姨浑身上下都不对劲，明明是来搞卫生的，她身上竟然穿着一条僧蚕丝的连衣裙，脸上还化了淡妆。明明我打电话的时候，她就应该在工作了，但她额头上一滴汗都没有，就连发丝都一丝不苟，没有半点凌乱。总之，和刚来我家应聘时的感觉差太多了，压根就不像个干活人。要不是这别墅是我的，我或许会以为她是家里的女主人。大概是看到我表情不对，阿姨主动笑着说：“抱歉，金小姐，今天我老公生日，所以我就稍微打扮了一下。”我点头，勉强接受了她这个说法，又看向厨房，这味道怎么回事？哦，我老公喜欢喝羊肉汤，想着今天正好来金小姐您这打扫卫生，就顺便给他熬好端回去。我服气了，阿姨，如果下次你要用我的厨房，请你提前和我说一声。阿姨点了点头，可表情却有点不高兴。我放下东西，去厨房拿了个水杯，水杯竟然有点湿，显然刚洗过。我又摸了几个碗，连碗也是。做家政还洗碗的吗？阿姨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厨房门口。呵呵，金小姐，我看到碗有点脏，所以刚刚就顺手
拿出来洗了。行吧，我打开又上侧的柜子，想给自己泡杯茶，刚摸到茶罐，阿姨就急匆匆走过来拦住了我。那个金小姐，女孩子喝多了茶不好，谁说的？那种奇怪的感觉越发强烈。我强硬地把茶罐拿下来，然后打开，好家伙，茶罐都空了，一罐10几万的茶就这么没了。阿姨立刻白着脸交代：对不起，金小姐，我很喜欢喝茶，所以每次来打扫卫生都没忍住拿出来泡点。这茶多少钱？我明天就去给您买一罐。我想到阿姨来应聘的时候说，她老公5年前出车祸死了，有个独女就靠她做家政养，没忍心让她赔钱，可是继续让她在我家做下去是不可能了，赔偿就算了，明天起你就别来我家了。打扫卫生这事我重新找人。阿姨脸色又白了几分，不过毕竟是她理亏，还是什么都没说，就乖乖拿着东西走了。离开时还端走了她那锅羊肉汤。可是等我回到主卧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人善被人欺。我的柜子里挂了很多新衣服，没穿过的定制款倒是连标签都还在，可我所有带标签的蚕丝睡裙都没了标签，其中有几条还有明显穿过的痕迹，更甚至有一条白色睡裙上还有一团没洗干净的红色印记。我气得打开了另一边的柜子，翻出了我所有的新床单。好家伙，有一床淡紫色床单上也有红色印记，我气得瑟瑟发抖。一想到那个阿姨穿过我的睡裙，甚至可能还跟别的男人在我的床上干了什么，我就想吐。事已至此，我肯定不会轻易放过她。我想到当初让人在家里安了几个隐蔽监控，立刻打开了手机，这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，的确有人穿了我的睡裙，还和男人在我的大床上翻云覆雨，缠绵了不知道多少次。不过女主人公不是阿姨，而是林梅，男主人公自然就是周岩了。至于我那些定制款的衣服，林梅不是不想穿，只是那些衣服都是贴合我的腰身设计，没有睡裙宽松，她试了几次，连拉链都拉不上，只能放弃了。更过分的是，就在我到家之前，林梅、阿姨、周岩正其乐融融坐在沙发上聊天。要不是我要回来，他们一家子应该已经在我的餐桌开吃了。怪不得阿姨会莫名其妙洗碗。我又想到林梅今天戴的耳环和项链，打开了我的首饰盒，果然少了不少首饰，其中就包括那条 YSL 奢侈品加项链和6幅珠宝加耳环。我拿出手机打算报警，周岩来消息了，点开一看，好家伙，竟然是一封结婚请帖。他和林梅要在这个月底结婚。看着请帖上2人的婚纱照，我果断放弃了现在报警的念头，不如等他们结婚，给他们送上一份大礼如何？我回周岩，行啊，到时候一定去。20秒后，周岩发来了语音消息，点开，声音是林梅的，明明是粗声粗气的声音，非要装绿茶。抱歉金城，我老公让我帮他发请帖，我手滑不小心发给了你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原来是来装13的，我也给他回了个语音，大方得体，放心，我不会介意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我会给予你们最真挚的祝福，你们的婚礼我会来的。之后林梅没再回我，我也没空理她。报警这个步骤是最后的大菜，他们给了我这么多惊喜，我不给他们准备点开胃小菜，那怎么行？整理了部分视频后，我首先找师傅帮我换了锁，然后离开别墅，重新换了一处房子，4室3厅的豪装房。那地方等事情结束，我也只能卖了再住。
反正是住不下去了。接着，我给周岩接下来的合作方，我父亲的一个学生打了个电话，我走了，那个100万合同他也别想接。最后，我找到了周岩楼上公司的老板，这家公司和周岩公司业务几乎重叠。和周岩不同的是，这一年周岩在走上坡路，可他们已经快撑不下去了，就连房租都拖欠了快半年。接到我的电话，对方以为我是来催房租的，立刻表示抱歉，对不起金老板，拖欠了这么久房租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您放心，最迟3天我就把房租给您。我这公司已经找到接手人了。我有点意外，之所以答应给他免房租，是因为对方勤奋踏实，也肯吃苦，对这家公司更有一种难得的执拗。我本来以为想要劝他和我合作会费一番功夫，不由得一笑。王大哥既然舍得卖公司，不如考虑考虑增加一个合作伙伴。我和王增约了见面时间和地点。当他看到我时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金老板，他当然认识我，毕竟楼上楼下。我调侃道，看王大哥这个表情，想来已经知道我的风评了吧？王增笑道，本来我就不信这些事，现在我更知道不可能了。我突然知道金老板为什么会找上我了，能和金老板合作，我赚大了。不过只怕到时候周岩会连肠子都悔青。我也跟着笑，肠子悔青怎么够？我有比这更狠的，敢和别的女人在我的床上恶心我，就得承受我生气的代价。我很快就和王增签订了合作协议。我本来想做个幕后老板，但是王增说我出了这么多钱和资源，非要给自己降职，让我当老总。我拗不过他，只能答应。不过首要条件是公司经营方面还是主要交给他。另外，我的身份和名字暂时对外保密。有了我的加入，新公司的业务立刻多了起来，就连让周岩引以为傲的那个100万订单也转手到了王增手里。王增每天都给我打小报告，说周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不止一次来公司门口堵他，问他到底怎么一回事，到底是使用了什么手段抢了他的订单。我可爽死了，眼看已经22号，立刻用我的另一部手机给周岩发去了短信，不好意思周老板，这个月底我和您的租期就到了，我不打算续约，还请周老板在月底之前搬走。周岩立刻给我回了电话，我没接，他就给我发短信，试图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什么他创业不容易，这段时间刚有起色就遇到了难题。什么他媳妇怀孕了，受不得刺激。什么我们合作这么多年，希望我继续租给他。只可惜我已经被他恶心成了铁石心肠，他就算是跪在我面前，我眼皮子也不会眨一下。我回，这件事没商量，过几天我会把押金退你。大概等了20分钟，周岩才回我，行吧，金老板，就按照您说的办。以我对周岩的了解，他应该不是这么轻易放弃的人，毕竟我给他的租金价格是市面价格的1半，他怎么舍得放弃？果不其然，第2天我第一次到新公司上班，因为电梯故障，只能走楼梯。刚走到周岩那楼，我就听到了他的声音，美美，周叔叔怎么说？他很着急，要是周叔叔不出面帮我，这写字楼我可就真的没法续约了呀。现在外面哪能找到我现在的租金？好吧，梅梅，你再试试，爱你。挂手机之前，周岩对着手机亲了一下，很响亮。下一刻，他就扭头看到了我，脸紧跟着板了起来。金城，怎么又是你？我笑着往上走，我来上班，很快就和他擦肩而过。周岩，你放心，我没毛病。
还不至于对你纠缠不清。看着我一路往上走，周岩反应过来了，你去王家应聘？我点头，算是。金城，你非要恶心我是不是？王家这些天抢了我不少单子，你知道吗？看着渣男气，我就开心，立刻笑颜如花。我知道啊。周岩愣了一下，才冷哼，就算是王家，也不会要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入职，那就拭目以待吧。我踩着高跟鞋继续往上走，周岩大概是想看我笑话，也跟了上来。刚到新公司门口，遇到好几个人，其中有3位是我在周岩公司上班时的前同事。3人看到周岩，相当尴尬。呵呵，周总，您怎么来这了？周岩额头青筋跳了一下，明显很生气，却非要装大度。呵呵，你们不用这么紧张，跳槽而已，这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。我来这里是不希望王家被金城这个女人蒙骗，这种女人去哪儿拿倒霉。3个前同事明显松了一口气，转瞬就站在周岩同一阵营里。金城，你也是来王家应聘的，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吧。谁不知道王总顾家最看不上你这种私德败坏的人？就是，王夫人今天也来了，你赶紧滚吧，免得被赶出去。他们话刚落，王家公司门内2道身影就急匆匆走了出来，一个是王增，还有一个就是王夫人。看到他们，前同事们脸上都带上了礼貌的微笑，周岩则有些尴尬。不过这2口子压根没空理会他们，直接走向了我。王夫人拉着我的手，亲热到不行。金小姐，我可算是见着你了，太谢谢你了。王增则无奈摇头，抱歉金小姐，我夫人知道您今天要来公司，说什么都要来见您一面。王增这才看到了周岩，他笑着走过去，周总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王家公司现在真正的老板，金小姐。所有人都傻了，周岩更是不可置信，张大了嘴巴。老板？是啊，王增笑道，多亏了金小姐，不然我早就经营不下去了。金小姐是王家的救命恩人啊。我阻止了王增继续往下说，我也是有利可图才会帮你。进去吧，面试者们都等不及了吧？随着王家业务的扩大，自然需要扩招。初步筛选我交给了王增，今天我来是想亲自进行最后的面试。王增点点头，和他夫人一起往前走，没走几步转身看向我的前同事们，你们也是来面试的吧？还不进去？3人面色惨白，不了。呵呵，是啊，不了。而我嘴角的弧度就没落下来过，因为我能感觉到那道目光一直落在我的身上。不出意料之外，下午下班，我在停车场被周岩拦住了。2天前，我刚换了一辆迈巴赫，看着我的新车，他目光复杂到了极点。程程，你什么时候换的新车？我看着周岩笑，你哪来这么大脸？劈腿了还敢叫我程程？你是想恶心死我是吧？周岩尬笑了一声，呵呵，程程，你怎么成为王家老板的？我回，有钱就行呗。那你能不能让点订单给我？周岩苦笑，这段时间我损失了不少订单，都去了王家。程程，你看在我们以前的情分上，让点订单给我吧，不然我这公司真的维持不下去了。我们以前的情分？周岩，你劈腿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们的情分？周岩没答话，我又笑道，林梅她继父不是千万富翁，之前不是还帮你搞定了那个100万订单吗？你让他继父帮忙不就好了？哎，他继父最近有点忙，我心知肚明，他们不是忙，是快装不下去了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你选择说了一个谎，就要用100个谎来掩盖。
但我总得给渣男希望啊，不然他怎么能摔得更惨呢？忙不是什么大事，就凭林梅对你的爱，他一定可以为了你搞定他继父的。加油，周岩，相信你自己，你的选择没有错。大概是我戏太好了。周岩的表情似乎有点小感动。我趁着这个机会绕开他，打开了车门。离开的时候，我看着后视镜里，周岩目光一直跟随着我，我才感动了渣男。第二天，渣男渣女就送我一个重磅炸弹。我开车进入鸿湖别墅的照片被贴在了王家公司门口，还有一行字，大概就是说我被鸿湖别墅的老男人包养了，是老男人给我钱买的王家公司，还给我买了迈巴赫。照片里我开的车还是以前那辆，穿的衣服是我回鸿湖别墅那天的衣服。当天我在门口碰到了周岩和林梅，照片是谁拍的？不言而喻。果不其然，我去调监控，拍到了林梅贴照片的画面。我拍了一个小视频，转发给了周岩。我要求林梅立刻向我道歉，否则我会马上报警。结果周岩怎么说？他说随便我，还说林梅没做错，像我这种私德败坏的女人就应该人人得而诛之，还说什么林梅现在是孕妇，报警也没用，警察来了顶多批评教育，也不会把她抓起来。很好，不要脸应该也会传染吧。周岩和林梅可是越来越像了。我用另外一个手机给周岩发了消息，我马上来你公司，把你的押金退给你。人见了不起啊，我可以用魔法打败你。周岩回了我一个10点钟，我现在还没到公司，于是我按照他给的时间，10点准时来到了楼下。到他办公室门口的时候，他和林梅正在亲热，两人帘子都没拉，全然无视影响。他抱着林梅坐在办公桌上，一手扶着她的腰，一手抱着她的后脑勺，亲得很忘我。我看了一眼外面的前同事们，个个眼神都很精彩，仿佛亲眼看到白菜被猪拱了一样。毕竟周岩在他们心目中可是帅哥一枚。我静静观赏了一会儿，这才打断两人，亲，差不多得了。大庭广众之下，而且林梅都怀孕3个月了吧，还是得注意一点的。听到我说林梅怀孕，前同事们表情更精彩了，哈哈，谁是劈腿那个？一目了然。周岩和林梅终于停止了亲热。金城，你不说话会死啊！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两人同时开口。我走进去坐下，从包里拿出一沓钱。我来退周岩押金啊。周岩皱眉，什么押金？我指了指脚下，他脸色一变，这写字楼也是你找的那个老男人的。我笑，周岩，诽谤可是犯法的，你别张口闭口就是什么老男人，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老娘需要去找老男人吗？我拿出我早就准备好的一叠房产证，好好看看这栋楼是谁的。周岩拿起一本房产证，翻开，愣了一下，放下，拿起第2本房产证，又愣了一下，放下，拿出第3本房产证后，他加快了速度。等他放下最后一本，他整个人看上去都有点虚脱。一旁的林梅不顾形象，大喊大叫：周岩，你别相信这个女人，这是假证，假证！周岩终于回了那么一点智商，闭嘴！你真以为王增是蠢货，会把公司卖给一个傍老男人的情妇？周岩看向我，眼里起了一些血丝。对不起，程程，是我误会你了。我笑着把房产证放进了包里。这句话我等了很久，只可惜周岩晚了。周岩脸色又白了一分。离开的时候，我听到林梅安慰他，不就是一栋楼吗？周岩，你忘了我继父答应我们的，等我们婚礼办了，
就送我们一栋楼当礼物。周岩的脸上这才多了一点笑容，只可惜让他期待的婚礼注定是一场噩梦。第3天，周岩公司就搬走了，或者也可以说彻底解散。我还有几个老同事的微信好友，看到他们发朋友圈抱怨，说周岩连工资都没发全，就吃了个散伙饭，还说什么周岩肯定是上头了，才会被丑女人蛊惑。我笑着删掉了老同事们微信，等着给周岩最后一份大礼。终于，周岩和林梅大婚的日子到了，我姗姗来迟，给了5块钱红包。周岩他妈看到我，脸色一变，看样子又想骂我了，不过却被周岩拦住了。妈，算了，今天是我和梅梅大喜的日子，闹大了不好。我少了人打扰，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。这场婚礼办的可是相当奢华，听同桌的人说，婚礼花了100多万。周岩父母手头现金不够，还找亲戚借了不少。虽然婚礼花钱花得多，可是值啊！你们知道周岩他媳妇身价多少吗？听说8位数往上，他把房子都在洪湖别墅。周岩他爸妈现在可以好好享福了，娶了这么个媳妇，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我听着众人羡慕不已的声音，只想笑，骗来的福气终究是幻梦一场，轻轻一戳就碎了。婚礼很快开始，周岩和林梅在所有人除了我祝福的目光中走向了舞台。司仪说了一堆话后，问他俩愿不愿意嫁给对方。2人都深情款款，林梅更是流下了激动的眼泪。最后2人深情相拥，吻在了一起。2人一边吻着，背后的大屏幕上，他们的结婚照开始播放。大概播放了5张后，画面突然一变，一段不可描述的视频出现了，还伴随着不可描述的声音。现场陡然安静了下来，周岩他妈更是发出一声不可置信的尖叫。周岩和林梅这才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同时放开对方往后看去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林梅也大叫了起来，关了，赶紧关了！这是谁干的？林梅在人群里准确捕捉到了我，是你对不对？金城，你这个贱人，一定是你！他疯了一样朝着我扑来，他妈把他拉着，同时皱眉看向了我，接着就是脸色大变。怎么是你？我笑容优雅，和他们的失态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林梅他妈反应过来了，连唇都白了。林梅，周岩的前女友，难道就是她？林梅红着眼骂我，对，就是这个贱女人，她嫉妒我可以嫁给周岩，可以怀周岩的儿子，所以来害我。她啪的一声，他妈一个耳光狠狠落在了她脸上。林梅，你给我闭嘴！林梅还想冲过来打我，他妈又看向不远处一个瘸腿的男人大喊，周志广，还不赶紧过来拉住林梅！瘸腿男人把林梅拉住后，林梅他妈走过来求我，金小姐，求求您，今天是我女儿大喜的日子，求求您给她一点脸面。我看着面前的中年女人，觉得她可悲极了。曾经她在我面前装可怜的画面还历历在目，殊不知她所有的可怜都是自找的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没有她的许可，林梅能入我的房间，是她亲手培养了一个小偷。这些话不要对我说，我想你去警察局对警察说会比较有用。10分钟前我就已经报了案，算一算时间，警察应该快到了。我话刚落下，大厅外就走进来几个警察，请问是谁报的警？我笑着举手，是我。我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警察，附带我准备好的所有资料，证据确凿。林梅当场就瘫坐到了地上，哭得妆都花了。周岩一家人全都傻眼了，有几个人更是对着林梅骂骂咧咧。
说他不要脸，而我因为是报案人，还需要去警察局做笔录，所以还需要跟着走一趟。离开现场的时候，周岩他妈哭着拉住了我的手：“程程啊，是我不对，是我猪油蒙了心，是我逼周岩和你分手的，都怪那个贱女人，要不是那个贱女人骗我，我怎么会想出那个法子逼你和周岩分手？程程，求求你原谅周岩好不好？”我扒开了周岩他妈的手，看向了一旁同样被戴上手铐的周岩。我知道周岩不知道事实，不足以定罪坐牢，可是这已经够了。他就算没有进监狱，这件事也会成为他一辈子的桎梏，他永远都出不来了，活该。阿姨，我是不够漂亮，还是不够有钱？周岩他妈愣了一下，都有。我笑得更灿烂了。既然我又漂亮又有钱，那我不小心找到了垃圾就算了，难道还要负责回收？独自美丽不好吗？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